乌克兰在袭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市，直指卡德罗夫的精英卫队 OMON 基地。乌军出现新战术标志，即将发起新反击。400俄军装甲纵队兵败西维尔斯克，舍普琴科沦为交战地点，俄军损失增加10倍。美军正式进入叙利亚，接管俄罗斯军事基地。精彩资讯即将开始。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12月15日，多架乌军无人机再次袭击了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市，直指卡德罗夫的精英卫队 OMON 基地。相关消息和视频显示，虽然俄罗斯防空系统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但仍至少有2架乌军无人机命中了这里。随即，该基地发生爆炸和大火，这也是乌克兰在短短3日内第2次袭击车臣目标。之前乌克兰才刚刚空袭了车臣的内政部特种部队大楼，当时造成4人受伤，并让周围区域陷入停电状态。很明显，自从10月底开始，乌克兰已将车臣境内军事目标列为了新的打击对象，而且袭击时所使用的无人机也更偏向于大型、远程且能造成更大破坏的无人机。如在此次袭击中，乌军就出动了航程在1500公里左右、由民用改型的 AR 远程无人机，其曾于4月奔袭1200多公里，打击了达斯坦共和国的俄军工厂；又或是航程可达3300公里的猎鹰300无人机。他曾于8月袭击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位于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边境约3000公里。与此同时，俄罗斯奥米尔冈马炼油厂仍在燃烧中，有媒体估计该炼油厂可能会和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布良斯克炼油厂一样，因大火难以扑灭而毁于一旦。总之，进入冬季后，乌克兰显然升级了对俄军战略能源基地的打击力度。前线方向，俄军兵败西维尔斯克，伤亡激增10倍。库尔斯克方向，俄罗斯在承认大量朝鲜士兵参战后，就组成俄朝联军对乌阵地发起了攻势。火力军本以为俄军指挥部会发挥朝鲜特种兵作战优势，扰乱乌军防线和后勤线路，没想到攻击还是老套路，人海冲锋。在克列涅沃东南部的刘比莫夫卡，朝鲜士兵在前，俄军士兵在后，对乌军阵地发起了一个加强排规模的机械化冲锋，不出意外被乌军击退。据作战的乌军旅报告显示，作战中还击毁了6辆俄军装甲车。在克里米亚诺，据最新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大约有40名俄朝联军士兵组成小组，发起了一次步兵突击，结果就像水滴入海，对战线没有起到丝毫作用。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如果俄军指挥部依旧将朝鲜士兵当耗材使用，用不了多久就无法维持高强度的进攻行动，而且会导致俄朝士兵之间出现间隙，作战能力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据流传的视频和图片显示，乌军的一些部队装备出现了新的正方形战术标志。要知道，此前乌军在涂装三角形标志后，就发起了对库尔斯克州的攻势。那现在换新战术标志，是否意味着要对另一个俄边境州发起陆地攻势？毕竟泽连斯基和希尔斯基都说过，乌克兰的反击不应该局限于乌克兰领土，要将战场搬到俄罗斯本土上去。加上近期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的炮击力度，因此火力军有理由怀疑，乌军出现的新战术表示，要么是反击阻止俄军攻势，要么就是为新行动做准备，借此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不退让的态度。西维尔斯克方向，据乌克兰军事观察员尤里·布图索夫12月15日报告称，俄军集结400名士兵、30辆装甲车、13辆越野车和60辆摩托车，分3路从西维尔斯克北部、东部和南部开始向该城镇推进。但截至目前，据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俄军雷声大雨点小，几乎没有丝毫进展。尤其是在维塞勒北部的进攻，驻守的4个乌军阵地很轻松地使用火炮和无人机将其击退。空投过来的俄军步兵基本上也都是落地成盒。该地区俄军表现之所以这么差，主要原因是因为据布图索夫表示，俄军为了拉平战线缺口，正在该地区试验新战术，试图通过协调突击部队和火力支援小组、电子战、无人机的配合来实现作战目标。但由于此前这里的俄军高层虚报战功，俄军司令部虽然对犯事人员进行了撤换和逮捕，但前线俄军士兵难免出现抵抗情绪，因此在新战术配合上，俄军指挥部的命令难以传达，也难以有效实施。红军村方向，舍甫琴科已经沦为交战地点，俄军距离红军村不到2公里。截至目前，乌军在红军村方向部署了大约17个作战旅，但大部分都不是满编。如果接下来2个星期希尔斯基不选择增兵的话，俄军很可能会在年前兵临红军村。但奇怪的是，按理说经过几轮动员的乌克兰应该不缺兵力，
但现实情况几乎在顿巴斯的每一个战场，乌克兰兵力都处于劣势。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乌克兰准备将预备部队投入某个方向的反攻，这不就和前面说的呼应上了吗？因此，接下来要么是在红军村，要么是在比尔格罗德，将会发生一场改变战局的大战。此外，大家也别只看到俄军进攻的凶猛。根据美国战争信息图表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包括克里米亚在内，俄罗斯虽然控制了 18% 的乌克兰领土，但同时俄军人员损失也极大。如在2022年，俄军每天大约伤亡200人，在2023年每天大约500人，到如今的2024年，俄军每天伤亡已经达到了1000至1700人，俄军损失几乎增加近10倍。换个角度想，这不就是乌克兰一直在走的，放弃一些领土，最大限度打击俄军？而且自9月开始，乌东多地战场的乌俄伤亡比已经超过了1:5，并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这放在其他国家绝对是不可接受的。但俄罗斯却从未计算过胜利的代价。如今的俄罗斯只是表面上表现得像胜利的一方，但现实却是乌俄双方仍处于消耗战。扎波罗热方向，12月15日，乌国防情报局下属部队针对俄军后勤设施实施了一次特别行动。据悉，乌特战队员于12月14日将炸药埋设在佐里亚至上托克马克的铁路段上。当一节载有燃料的俄罗斯火车行驶到该路段时，乌特战队员就引爆炸药，致使火车脱轨翻车。随后，为了阻止俄军撤离燃料，乌特战队员还呼叫海马斯进行了远程打击，最终造成俄军损失40个价值400万美元的油罐车，也导致俄军铁路运输线被摧毁，俄军无法再向克里米亚运送更多燃料。中东方向，俄罗斯前脚刚从叙利亚基地撤离，美国就开始入驻。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2月14日，美军特种部队驾驶 MATV 装甲车进驻了科巴尼市的俄军基地。据悉，科巴尼位于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境，是库尔德人的聚居区，同时这里也是库尔德武装控制区的核心地带。而鉴于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国民军或者说是土耳其的矛盾，当地人希望美军可以留下来，以阻止叙利亚国民军的反击。于是，在不久前，美国接管了俄罗斯在萨林和艾因伊萨的军事基地，监视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国民军之间的停火，最终为库尔德这个干儿子斡旋了4天的停战时间。对于科巴尼基地的争夺，其实是美俄双方在叙利亚战略和利益碰撞的一个缩影。对于美国来说，保持在叙利亚的存在不仅是出于反恐需要，更是为了遏制伊朗扩张、维护以色列安全等多重目的。而俄罗斯则希望通过稳固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也就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扩大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但从目前结果来看，无疑是美国更胜一筹。值得注意的是，12月15日，据希腊网站报道，布林肯和埃尔多安已经就向乌克兰转让叙利亚武器达成秘密协议。近几十年来，苏联、俄罗斯向叙利亚转移大量武器和弹药。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大约有超过100万枚152毫米和122毫米炮弹，近4000辆 T5455、T62、T72，甚至 T90主战坦克，以及超过2000辆 BMP-1、BMP-2 步兵战车和其他重型资产。对此，俄罗斯顾问谢尔盖·因森科表示，上述这些战争物资哪怕只有1/10能够投入战斗，或者能够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足以发展出许多新的机械化纵队。若是这些武器在美国的帮助下流入乌克兰，就会立即加强乌军的战斗力。而早些时候，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在地中海发现了一支由登陆舰组成的美海军编队。目前尚不清楚这支美海军舰队是否在运输叙利亚武器。而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对目前统治着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的反抗军拥有巨大影响力。因此，为了保证这项行动的顺利进行，土耳其就成为了美方合作的重要伙伴。当然，美国可能也会给土耳其一些好处，如减少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向土耳其提供更多贷款，缓解经济压力，以及允许土耳其订购 F-35等等。总之，美国、土耳其、以色列，甚至是乌克兰都增加了对叙利亚的影响力。12月14日，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泽连斯基将于下周在布鲁塞尔与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波兰总统杜达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议，讨论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平谈判前景以及向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的可能性等问题。这也是没有美国参与的一次讨论对乌支持会议。考虑到乌克兰的强硬态度以及特朗普要求欧洲承担更大责任，欧盟为了未来安全可能会增加对乌克兰支持，以保证乌克兰获得战场的绝对优势。至于部署维和部队，无论是此前讨论的10万北约兵，还是把波兰武装成下一个前沿要塞，欧盟在乌俄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各盟国外长也一致强调乌克兰必须赢，并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已经不可逆转，乌克兰未来可期。
综合频道和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的报道，12月15日上午，两艘俄罗斯油轮伏尔戈212号和239号在刻赤海峡遭遇风暴，前者被大浪击中后断成2半沉没，后者则在刻赤海峡南端的塔曼港附近搁浅了80米。报道称，两艘船运载的石油产品均发生泄漏，目前尚不清楚泄漏程度，但可能会造成一场生态灾难。因为事故发生时，212号和239号油轮都运载了4000吨左右的石油产品。截至目前，事故现场有2艘拖船和2架直升机参与救援和疏散工作。俄紧急情况部称，212号和239号油轮上共被困的27名船员已被赶来的拖船救起了13名船员，但仍有部分船员失踪，目前救援仍在进行中。此外，俄罗斯联邦委员调查会已就此次碰撞事故展开调查，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油轮遭到袭击，主要是受到海浪冲击断成2截，但一些船员和部队可能会涉及到安全规定违反和过失致死2方面的指控。另一方面，通过此次事件，很明显能发现北约对俄罗斯的制裁效果正在显现。俄罗斯遭受制裁之后，造船业举步维艰，很难购买到新的船只，不得不用老旧船只运输原油，但维修不善，这不，一碰到大一点的自然灾害就断成了2截。报道称，伏尔戈212号油轮距今已有55年历史，其在俄罗斯受制裁后被重新拉出来进行了改装。据悉，该船只的中段被切掉，然后将船尾和船头进行了焊接，也正是因此，在此次事件中被巨浪打成2截。总之，在不断制裁下，俄罗斯破旧船只的故障率将越来越高，可能会成为乌克兰南部海岸的新海上灾难。据法新社报道，12月15日凌晨时分，台湾向美国采购的108辆 M1ART 坦克中的第一批38辆油货轮从美国西岸运抵台北港。台北港也及时发出公告称，今晚6时起至16日上午7时，因港区设备保养，全码头与储区机具皆暂停作动。按照台湾的规划，这次接装38辆后，明年会接装42辆，后年为28辆。等 M1ART 全数交装后，驻扎林口台地的269旅将部署1个连，另外10辆则置于新竹湖口的陆军装训部，其余则全部交付台湾陆军584旅换装。报道还称，其实在本月初，装载首批 M1ART 主战坦克的部分零部件的船只就已经抵达了基隆港。另据消息人士透露，此前赴美接受关于该坦克训练的种子教官已经在上月底返回了台湾，现在教练武器齐备，下一步估计就是演训，以便 M1ART 尽快融入作战体系。据德国媒体报道，在面对乌军无人机袭击时，俄军的电站和干扰系统已无法保证有效应对，导致俄军在无人机迫近时只能被迫使用步枪和机枪进行对抗，结果大多以失败告终。对此，俄军试图使用12号口径的霰弹枪来作为俄军面对乌军无人机的最后防线。根据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俄军士兵将小型金属弹丸改造为适用于 5.45×39毫米突击步枪弹药的反无人机子弹，并可正常装入弹匣之中。这种对抗方式的成效主要取决于金属弹丸的大小与无人机结构，即金属弹丸越大，命中范围越广，拦截无人机的效率越高；反之，金属弹丸越小，拦截效率越低。此外，乌克兰特种部队指挥部在分析了俄军使用12号口径霰弹枪对抗小型无人机的案例后，建议乌军在前线军车后方都安排上专职的射击手，以预防电站系统无法干扰无人机时，紧急采取人力射击。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美国印太司令部已与区域内盟友以及伙伴国家建立了20多个指挥信息网络，但由于这些网络缺乏统一性，导致在指挥多国联合军事行动中经常出现不协调的现象，从而严重影响到作战效率。对此，美国印太司令部正在加快构建一体化指挥网络，且已取得不错的效果。例如，今年2月在美日举行的瑞丽边缘联演中，该网络为3国部队共享了作战信息，验证了其已具备初始作战能力。随后，该网络获得五眼联盟国家认可。而到了今年6月，在勇敢之盾多国军演中，该网络则再次提升了参演国部队的互操作性。此外，按照计划，美国印太司令部将在明年的太平洋哨兵军演中实现该网络的全面作战能力。届时，美军将通过该网络实现对23国部队的统一指挥控制，且随着该网络的持续升级，未来还可能对接更多的战术任务平台，以进一步加强美军在该地区的指挥中枢地位。据战区报道，美军计划于明年部署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目前已完成首次实战试射。
该导弹长12米，直径0.88米，发射重量7.5吨，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在射程方面有不同说法，其中美国对外宣称该导弹的射程约2800公里，而外界则普遍认为该导弹的实际射程更远，可能超过3200公里。按照美国原计划，暗鹰高超音速导弹本应在去年就要完成相应的实验任务，但由于发射车出现技术性故障，导致美国陆军被迫取消了相关任务。直到今年6月，美军才使用测试系统对暗鹰导弹进行了一次发射测试。而此次的实战试射取得成功，则意味着美国陆军可能已经解决了先前发射车存在的技术问题。此外，这次试射的地点位于佛罗里达卡纳维拉尔角航天发射场，负责执行此次试射的部队可能是美国陆军第1军第17野战炮兵旅第3野战炮兵团第5营，该营是美国陆军中第一个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营。早在去年，该营就被部署到达卡纳维拉尔角，执行关于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一系列任务。同时，该营也被指派给美军第1多域特遣队作为远程火力营。而第1多域特遣队作战区域又隶属印太司令部，是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火力投送单位。根据美军透露的信息，第1多域特遣队下辖3个火力营，其一是海马斯远程火力营，负责发射精确打击导弹，以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其二是提风中程导弹营，装备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攻击导弹，最远打击距离为1500公里。其三就是暗鹰高超声攻击导弹营，用于打击3000公里外的目标。另外，今年4月，美军在菲律宾部署了提风中程导弹营，未来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营也会进入菲律宾，并将以轮换的方式实现永久部署。而且按照美国计划，其还将在明年10月前在日本部署暗鹰导弹，同时其还计划于2026年在德国部署暗鹰导弹。而该导弹此次试射取得成功，则意味着美国部署该导弹的计划或将能够得以更快实施。相较于俄军战机屡次遇袭，乌军则一直在创新战术。例如，据美国福布斯报道，乌克兰空军使用苏27战机以特殊的高抛投掷方式，使用 GBU-39滑翔炸弹成功袭击了库尔斯克州的一座桥头堡。需要注意的是，苏27不具备隐身能力，而滑翔炸弹也需要在高空释放，因此使用苏27在高空释放滑翔炸弹，大概率会被俄军雷达系统侦测到。那么乌军是如何避开俄军探测的呢？根据相关影片显示，乌军一架苏27战机先是采用低空飞行的方式借助地形避开俄军雷达侦测，接着在投弹前以高仰角迅速爬升，借此赋予炸弹上升轨迹，随后立即释放左侧机翼下的4枚滑翔炸弹。通过这种操作方式，不仅能够将 GBU-39滑翔炸弹的射程提升到64公里，还降低了战机被击落的风险。目前尚不清楚乌军这种低空滑翔轰炸机队的具体数量，也不清楚其重点攻击对象究竟是什么，但以其每天大约只能使用10到12枚滑翔炸弹的情况来看，大概率会优先攻击俄军的高价值目标。据防卫博客报道，比利时成功测试了一款新型炮塔，代号为 C3105。该炮塔由约翰科克里尔公司研发，主武器为一门105毫米高膛压火炮，副器包括一门7.62毫米同轴机枪以及位于顶部的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此外，该炮塔还可换装120毫米坦克炮，但与之相比，105毫米火炮则更为实用。目前，这款炮塔已能够整合到轮式和履带车辆上，例如在此次测试中已完全整合于豹一坦克。而豹一坦克是全球最热销的坦克之一，总产量超过4700辆。虽然如今多数已封存退役，但仍有近千辆豹一坦克还在服役，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该炮塔潜在的升级客户。另外，美国此前已在史崔克装甲车上安装了至少100具这款炮塔的低膛压版本。至于这款高膛压版本炮塔，也已有中东国家的订单。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克兰出现的新战术标志是要进行红军村决战，还是要反击别尔哥罗德？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